我连续通宵3年打通了一款星战游戏，在游戏中我是星河帝国的统治者，看谁不爽，大手一挥就是千万星舰群瞬间出动，随手可以歼灭一个文明。但期末考试临近，为了不让自己挂科，我卸载了这个游戏，开始复习功课。而在卸载之前，为了装逼，我就留下了一句话：我的子民们，星河帝国已经走上了正轨，从今日起，我将正式隐退。等星河帝国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你们可以前往太阳系的蓝星来找我。当然，这些不过都只是游戏，生活中的大量时间终于可以拿出来认真学习、认真生活。就当我在宿舍一边吃饭一边看题时，舍友突然大叫一声：“我操！快看新闻，有外星战舰停靠在蓝星附近！”见状，我赶紧打开新闻，只见在首页显示的全部都是同一内容：外星战舰降临蓝星，意图未知。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这些标题下面都配上了一张相同的图片。模糊的照片上，月球附近停靠着一支庞大的星际舰队。不过看着这照片上舰队的样子，我总觉得有点眼熟。来到宿舍阳台上向外望去，天空中闪起了暗红色的闪电。校园里人来人往，大家都在焦急地跑动，有人兴奋大叫着，好像无比期待这一天的到来，觉得自己见证了历史；有的人则满心恐慌，觉得外星人会毁灭世界，正在想着逃跑的路子。校园里面乱作一团，而外界社会才真的彻底混乱了起来。市区民众几乎所有人都涌向了超市和菜市场，飞速抢购粮食。天空之中电闪雷鸣，整座城市都暗了下来。短短10几分钟的时间，整个蓝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在我继续翻看新闻的时候，手机却突然出现了一阵花屏，屏幕上出现了一行中文组成的文字：风神元首，您在吗？无一例外，全世界所有电子产品的屏幕都出现了这句话，全球再次震惊。这种技术绝不是人类能够做到的，肯定是那外星战舰所发送的。这究竟是什么力量？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当看到这句话后，我彻底愣住，脑子里轰的一声炸开，拿着手机的双手止不住的颤抖。风神这个名字正是我星战游戏中的 ID。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之前对这些战舰的熟悉感来自于何处，这他们不是自己之前玩的那款星河游戏里的吗？而我在游戏里的称号就是元首。我赶忙冲向自己的电脑前寻找这款游戏的安装文件，但很显然被我卸载得干干净净。就算我在网上到处搜索，也没找到关于这款游戏的任何信息。而此时各国的领导人也都汇聚在一起，商讨着该如何应对那些外星战舰。目前蓝星上的最强手段还是核能武器，面对庞大的外星舰队，也不知道能不能对他们构成威胁，在他们眼里可能就只是个能放下的炮仗。于是所有的国家都动用了最尖端的科技，向外星战舰发送了表达善意的信息，但外星人却置之不理。而就是这样置之不理的态度，让各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若是这外星舰队一旦对蓝星有什么其他的心思，蓝星根本就做不出任何有效的反应。而拥有航天实力的大国也都制定了航天计划，各自派遣1名宇航员代表前往月球附近，尝试和外星舰队沟通。然而我却知道，宇宙之中是没有和平可言的，双方科技水平如果天差地别，那弱小的一方必然遭受侵略。更何况蓝星这种低等级文明，就连和星河舰队对话的资格都没有。等到舰队将蓝星的数据收集完毕后，就是蓝星毁灭的时候。我作为星河帝国的元首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星河帝国的做事风格就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现在全世界的屏幕都在直播着向月球发射火箭的画面，此刻我也只能祈祷蓝星发射火箭后不会惹到星河舰队，因为即便星河舰队中的一艘小型的护卫舰想要毁灭蓝星也是轻而易举。随着火箭距离外星战舰越来越近，一位宇航员隐约看到了那外星战舰的尾部，等到看清之后，宇航员顿时大惊失色，只见那外星战舰尾部涂装着一段字符，而且这串字符不是外星文字，而是蓝星的文字。发现这串编号后，宇航员立刻汇报给了宇航局。观测室中一位泰斗级的科学家猜测，这支外星舰队难道不是来自于外星，而是产自于蓝星？就在观测室的所有人看着屏幕中的那艘外星战舰废解的时候，突然大屏幕一阵闪烁，接着出现了一行由汉字组成的句子：蓝星人类立即停止靠近，否则你们的星球将遭到抹除。这是对蓝星很明显的警告。见状，蓝星联合部指挥中心连忙对宇航员发布了撤退命令。正当所有人手足无措时，有位指挥中心的老科学家却突然发现，我们的屏幕上能显示外星人的信息，那就证明他们已经入侵了蓝星的网络。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和外星舰队建立联系？随即，这位指挥中心的教授戴上耳麦，尝试地对着屏幕说道：未知的天外来客，你们好，你们的来意是什么？如果你们需要蓝星的帮助，请告诉我，我们愿意全力配合。在消息发送过后的第5秒，全球上空突然出现了耀眼的光芒，瞬间就组成了一个长3公里、宽1公里左右的巨大立体投影屏幕。在投影之中，一个立体的人形出现，那是一个完全透明、只有人形，但是却如液体一样流动的水人。只见水人张开了嘴，说出了第一句话：我来自银河系哥德文星。星河帝国混沌舰队下属龙子舰队，编号03。他的声音很是浑厚，但是带着一丝可以察觉的机械感，有种机器人在模拟人类说话的感觉。所有人都一脸惊愕地看着水人，但眼下好歹和外星舰队建立了沟通，院士便继续问道：请问你们为何来到蓝星？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元首归隐在太阳系蓝星之中，我们需要找到元首。你们的元首是蓝星人还是你们的人？元首是我们星河帝国至高无上的领袖。我们跨越星河，穿梭时空空间，经过无数星系，才寻到了蓝星这里。闻言，众人纷纷大惊失色。跨越星河，穿梭时光空间，这得是什么等级的文明才能达到这种程度？这样的存在，如果对付蓝星的话，那蓝星压根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老教授反应过来后追问道：您是怎么知道你们的元首在蓝星之中？我们元首离开帝国时曾留下信息，当帝国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前往太阳系的蓝星来找他。按您的意思，
你们的元首应该知道你们造访的消息，他为何不现身？没有任何生命能够揣测元首的想法。请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将以全蓝星之力寻找你们元首，找到后会第一时间通知您。此时，老教授继续说道：“请问能否给我们提供元首的照片，方便寻找？”全蓝星的人类一边议论着，一边紧张地盯着屏幕，期待着这名外星人的回话。在所有人都紧张关注的时刻，1分钟后，外星人冷漠地回复了2个字：“可以。”全世界彻底震惊。外星人这是答应要给人类展示元首的照片，这代表着人类和外星人的交流进入了合作状态。外星人的表态也说明他们没有带着任何恶意。在地面指挥中心里，一众紧张到极点的各国高层在这一刻也松了一口气。现在有了封神元首的照片，那么一切都将变得简单起来，甚至都不用等到明天。今天这个人就会被找出来送给外星人，蓝星的危机也将就此解决，甚至很有可能还会得到外星人的感谢。他们随便一点恩赐，都将使人类文明发生巨大的飞跃。想到这里，整个蓝星数十亿人此刻都满怀期待，等待着外星人将元首的照片展示出来。但在临海大学407宿舍中的我心却紧紧地悬了起来。水人有问题，而且他的问题相当大。从一开始的各种措施举动就已经显示出了异常。蓝星这么低级的人类文明，对于他们来说是可以灭杀的存在，但是他们却选择了进行检索侦查，而且针对蓝星，他们的侦查居然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似乎到现在都还没有彻底完成。这些行为都已经表明他们不再是我之前玩游戏时那个干净利落的星河帝国。最重要的是，水人居然出面跟人类进行了交流，而他的这些举动都是在违背我设定的规则，这是超出自己控制范围的自由权利行使。而且刚才水人居然说要放出自己的照片，这让我的心彻底的沉了下去，整个人都陷入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慌中。我不知道那个浑身由水组成的外星生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照片，但重要的是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他们是恶意的，那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为了跟外星人交好，人类也一定会把自己找出来送出去。而且我怎么都想不明白，出现在蓝星的龙字舰队为什么要违反自己离开游戏时设定的规则？很有可能他们之所以不直接摧毁蓝星，就是为了自己在那个世界里拥有的最高权限。突然，天空中沉寂的投影开始动了起来，上面的水人2只手伸出，手中真的拿出来了一张照片，这让全世界所有人的心瞬间提了起来。下一秒，照片立刻就被放大了100倍。只见照片是一个背影，根本看不到那个人的脸。看到这里，我大松了一口气。无数的民众在看到这张照片之后，也全都愣住，等了这么半天，连一个脸都看不到。元首大人是银河地区最尊贵的存在，无比神秘，不可名状。这张照片是帝国拥有的唯一一张元首的影像，是元首曾经亲自画出来的。这张图说来，我都有点想笑，因为这个图是我之前闲着没事干，装酷拍了一张用来当做游戏头像的，神特么的不可名状，这就是自己瞎搞的照片。而就在我心中感到搞笑的时候，我猛然想到了什么，原本大笑的表情立马就变得无比凝重。水人一定是叛变了。水已经不再是那个只遵循规则指令行动的智能生命，银河帝国的臣民至今未现身，这让我心头发紧。回想当初创造舰队时，混沌舰队作为主舰群，规则设定堪称铜墙铁壁，是绝对的安全屏障。后来我着手创造智能生命，在游戏里我亲手塑造了2个核心智能生命雨蛙与盘古，再以2者的设定为蓝本，衍生出金木水火土5位智能生命，他们各自领导一支分支舰队，在宇宙中执行任务，我才能实现自动挂机。可偏偏龙字舰队的操控中枢正是神，或许正因它是衍生体，才挣脱了规则的枷锁，诞生了自我意识。眼下局势对我极为不利，无论水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轻易暴露，可坐以待毙也绝非良策。一旦水将蓝星彻底扫描完毕，我终将无处遁形，暴露只是时间问题。为了自保，我必须抓紧时间寻找回归的机会。若能成功回归，首要之事便是接触臣民，因为他们是绝对忠诚。届时，我要重新掌控舰队最高权限，趁水还未反应过来，将它彻底格式化。当初我曾担心自己挂机过久导致系统紊乱，特意设置了2级密言，它能修复舰队。如果舰队出现了可以直接修复，相当于回档功能。可游戏已具化到现实世界，当初在游戏里能输入密钥的界面消失了，如今哪里还有输入密码的地方？我深吸一口气，抬头望着布满暗红色闪电的天空，心头沉甸甸的。不久前，水给了人类3天时间，让他们帮忙寻找元首踪迹。世界联合指挥中心在与水对话结束后，立刻制定了新计划，寻找元首行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火速展开，各区瞬间就被动员了起来。特工、技术人员、科研专家纷纷投入这场搜寻。只是我没想到，调查组会来得这么快，很快就排查到了临海大学。毕竟这所国内一流的高校里聚集了众多高级教授与博士，这些精英人士自然成了优先怀疑对象。广场周围停着数十辆调查组专车，工作人员手持公文架，一边细致询问受调查的人员，一边快速记录信息，气氛严肃的让人窒息。我站在警戒线外，紧盯着里面的排查情况，暗自盘算，若后续查到学生群体，也好提前做准备。好在学校的调查很快结束，确认没有他们要找的人，调查人员收拾好东西，立刻奔赴下一个排查。回到宿舍，我躺倒在床上，脑海里开始回溯玩游戏时的点点滴滴。既然一切源于那场游戏，破解危机的关键或许也藏在其中。一幅幅画面在脑海中浮现。最初进入游戏时，我驾驶着鹰隼号小型飞船，在贫瘠的星球上击杀虫族赚取战功，后来换了更先进的飞船，还跟着其他人参与真正的
直到成功建立起自己的舰队，宇宙之旅才算真正开启。那时的舰队规模尚小，只有11艘大型战舰、数十位成员以及上千艘大型飞船。可到了星际战争时，场面截然不同，成百上千的舰队，数以百万计的战舰交织在一起混战。为了避免误伤自己的舰队，我特意给战舰设置了特殊符号，其中一个人字符号，我至今记得格外清晰。后来舰队逐渐壮大，我创造出第一个智能生命，它能精准分辨敌我，实现自动挂机，我便将那个人字符号抹除了。这件事就连后来的女娲和盘古都一无所知，更不用说衍生出的金木水火土5位智能生命。唯有当初舰队里那数十位元老级臣民知晓。想到这里，我眼中骤然亮起光芒。如今水已出现异常，但龙字舰队里的臣民必定依旧正常，而且5大分支舰队中都有我当年的元老臣民。或许我能通过这个人字符号重新联系上他们，找到破局的希望。没有半分犹豫，我猛地翻身下床。以龙字舰队的科技水平，他们找到我只是时间问题，坐以待毙等同于慢性死。手里掌握着的那枚水不知血的人字符号，以及拥有绝对权限的2级密钥，还是我破局的唯一希望。只要符号能打通联系臣民的通道，密钥就总有派上用场的时刻。登上鞋子，我几乎是冲出宿舍，朝着体育场天台狂奔，狂风灌进衣里，耳边满是自己急促的呼吸声，脑海里反复推演着与臣民建立连接的可能。我丝毫没察觉到。H 国议会厅内气氛凝重如铁，一掌手指重重敲在会议桌。那星舰上的文字本就是我大 H 国古文，这支外星舰队必定是我们的先祖，只有抓住这次机会，才能成为蓝星最强者。20余名高层官员瞬间沸腾，各国声明接连发布，抵制声声浪滔天。但 H 国全然无视。半小时后，其火箭基地的发射架上载着宇航员的飞船缓缓升空。5分钟后，各国军用雷达屏幕上那枚刺眼的光点闯入大气。半小时后，飞船抵达预定轨道，朝着外星舰队缓缓靠近。当距离缩短至50公里时，一道冰冷的机械音突然响彻所有通讯频道：人类禁止靠近。直播画面里，全球观众的心瞬间揪紧，可 H 国飞船指挥官却置若罔闻，厉声下令，向他们发送信号，告诉他们我们是元首的后代，是来认祖归宗的。下一秒，太空中原本静止的外星舰船突然异动，一道舱门开启，数十米长的炮管缓缓伸出，炮筒处凝聚起耀眼的光芒。不等众人反应，光团如流星般激射而出，瞬间吞没了 H 国飞船。待光束散去，那片区域变得空无一物，直播画面只剩下满屏雪花。飞船呢？那道光是怎么回事？全球观众陷入恐慌，而世界联合会的专属频道里，最早派出的联合飞船清晰记录下了全过程。数十米粗的光束掠过 ，H 国的飞船连灰烬都没能留下，便彻底消失在了宇宙中。全球指挥部内，各国高层的怒吼震耳欲聋。等此事了结，一定要让这个小丑从蓝星消失。H 国的狂妄举动如同点燃了导火索，没人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攻击会不会成为外星舰队入侵蓝星的开端。学校体育中心的天台空旷无人，我攥着一大盒粉笔站在中央，头顶乌云翻涌，暗红色雷电在云层里炸开，轰鸣声响彻天地。我早已选好绘制符号的区域，立刻掏出粉笔，蹲下身快速勾勒那个特殊的人字。当晚回到宿舍，我整夜无眠，天台上的符号孤零零地躺在那里，舰队却毫无动静，或许是臣民根本观测不到。清晨一睁眼，我便决定换个办法，在网上多平台发布符号图案，扩大传播范围，总能增加被臣民发现的概率。我刚打开电脑，室友的话突然传来：调查组动作还真快啊，昨天才刚查完老师，今天就轮到学生了。这话像道惊雷劈在我心头，难道暴露了？不等我细想，室友又补了句：听说上头下了命令，全市所有人都要接受排查，男女老少一个都不能漏。我眉头瞬间拧紧，昨天调查组还在分析推测，缩小范围，今天却突然要排查全市民众，几千万人怎么可能3天查完？这里面绝对有问题。我猛地想到天台上的符号，难道水已经破解了意义，还锁定了我的位置？可若此刻我躲着不露面，反而更惹人怀疑，只能硬着头皮去接受调查。室友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了走了，辅导员在群里催了半天了。我压下心头的不安，跟随着人群走向操场。操场上早已挤满学生，黑色专车沿着操场边缘排开，数量比昨天多了近1倍。调查人员手持名单，目光在学生间扫来扫去，神情严肃。我正四下观察，突然瞥见一人朝我走来。他看了我一眼后，目光骤然定格，脚步猛地加快，随后径直朝我奔来。3小时前，世界联合会召开议长会，起因是各区调查毫无进展，一天内调动大量人手排查几千万人，却没找到元首的任何线索。有人提议再派飞船靠近战舰，跟外星舰队沟通一次，争取更多信息，不然根本完不成任务。各国负责人别无选择，只能同意。10几分钟后，联合飞船抵达预定位置，向舰队发送通讯请求。很快，水的投影出现在空中，语气冰冷：元首身份尊贵，我也所知有限。正当地面指挥中心一片失望时，外星舰队的操控室内，水却忽然启动了自我检查程序，一行行的源代码在他眼前飞速滚动，就连盘古与女娲赋予他的核心代码也被逐行解析。最终，他捕捉到了一丝关键信息：元首的名字里应该有个汉语的风字。水的声音再次响起：你们还有2天时间。这消息让众人瞬间振奋，范围大大缩小。东区首长当即下令，以全市排查为幌子，重点核查名字含风字的民众。此刻，那名调查人员已走到我面前，他是个神色冷峻的军人，手里攥着公文夹，目光直勾勾盯着我。我刚要开口，他突然上前一步，嘴角勾起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清晰问道：“你就是封神元首啊？”
周围学生的目光瞬间聚焦过来，我后背瞬间沁满冷汗，大脑飞速运转，是陈明暗中来接应，还是水设下的圈套在试探？我转念一想，若真暴露，水不会只派一个调查员来。我立刻装出兴奋的样子，拍着手喊：对，我就是元首！调查员皱着眉打量我几秒，暗暗摇头，转身就走，显然把我当成了想出名的疯子。我松了口气，跟着人群完成登记，转身回了宿舍。刚进门，手机突然震动，屏幕弹出一条提示：您有一条未读消息，最高权限。我瞳孔骤缩，一把捂住手机，飞快扫了眼宿舍，没人注意我。点开消息，一行字跳出来：元首请小心，水叛变了。我的心脏瞬间狂跳起来，对方知道我的身份，难道手机被定位了？不等我细想，第二条消息弹出：风，我是女娲，正通过加密手段绕过水与您联系。我正率舰队赶来，但还需要时间搭建虫洞。能叫出风这个名字的，只有盘古和女娲。我激动的指尖发颤，点开最高权限的黑色图标，纯黑背景的聊天界面弹出，我立刻敲下：女娲，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几秒后，女娲的回复传来：133银河年前，您派遣舰队肃清整个银河系的所有虫族之后，便建立了星河帝国。但是在帝国成功建立之后的第2天，您就消失不见了。随后，帝国便在我和盘古的带领下，开始了漫长的征途。一边继续壮大发展帝国的势力，一边带领大量舰队外出找寻你的踪迹。在一次前往仙女座星系找寻的时候，水带领的舰队遭遇了一个强敌，那是来自仙女星系希尔斯行星，一个智能生命文明的舰队。他们在那场战斗之中佯装败退，但其实已经入侵了水的中枢系统，控制了水。他们也已经知道了你消失的信息，所以打算趁着机会利用水寻找到你，并且夺取到最高权限。我急忙追问：臣民还能帮忙吗？能不能在舰队内部夺取控制权？龙字舰队的臣民可以信任，他们有机会关闭智能权限，人工干预舰队。女娲的消息紧接着弹出：我要操控舰队搭建虫洞，暂时断开联系，最快3天就能抵达蓝星，请您务必保护好自己。聊天界面消失，手机恢复正常。3天对我来说太过漫长，谁肯定会用更极端的手段寻找我。我盯着屏幕，一个计划突然浮现：注册短视频账号，发布消息逼水拖延时间。账号很快注册完成，我敲下文字，配上人字符号的图片。想要见我，就先让龙字舰队撤出太阳系，后天早上7点派臣民来蓝星，我会告知你们见面地点。水，这是你唯一的选择，也是我的命令。女娲早已掩盖了我的手机地址，即使全网都能看到视频，但却查不到发布源头。视频刚发出，评论就炸了，又来个想红的疯子。昨天都见了10几个元首了，还蹭热度。突然，所有学生的手机同时黑屏，随即亮起，水的投影出现在屏幕上，声音带着刻意的机器：元首大人，女娲和盘古已被高级文明入侵，您在哪儿？入侵之意已入帝国了。这话瞬间传遍全球，网友彻底沸腾。外星人的元首真在蓝星？刚才那视频是真的？太空之中，世界联合会的飞船静静漂浮。突然，一名宇航员脸色骤变，隔着舷窗指向远处，声音发颤：快看，那战舰动了！众人循声望去，龙字舰队的战舰表面浮现出幽蓝光影，如警示灯般在舰体四周明灭，两侧舱门缓缓打开。数门巨大的武器系统展开，炮口泛着冷光。天哪，他们要干什么？另一名宇航员惊呼：快向地面汇报，出大事了！不等通讯发出，巨大的战舰已加速向蓝星驶来，金属舰身在大气层中摩擦出刺眼火光。刹那间，全球各国航天中心警报声齐鸣，地面指挥中心内，指挥官嘶吼下令：立刻汇报，全员进入1级戒备。大屏幕上，无数战舰冲破云层，如天降神兵般悬停在蓝星上空，他们的炮塔直直对准地面，暗红色雷电在炮口中游走，仿佛下一秒就要倾泻怒。人类的恐慌达到顶峰，此刻才真切感受到自身的渺小。最小的战舰都有数公里长，最大的更是长达上百公里。遮天蔽日的压迫感让整个世界陷入死寂。临海大学宿舍里，我紧攥手机，眉头紧锁地望着天空。龙字舰队的战舰多降落在东区，仅我所在的 C 市就有10几艘，其中1艘主舰正悬停在学校附近。不到半小时，战舰周围便被军方层层包围。C 市最高指挥官带着一众高层站在警戒线外，眼中满是震撼，随即下令开启全球直播。1小时后，战舰的舱门缓缓打开，10几米长的通道中传来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先是2名身穿灰白色制服的人走出，他们黑发褐瞳，面容竟与东区人一模一样。紧接着，一道窈窕的身影出现，那是个穿着暗红色军装的御姐。她一步步走下战舰，目光扫过人群，面无表情的开口：本人银河帝国1等公民，龙字舰队指挥官沈若雪。现场一片死寂，直播间的弹幕却瞬间爆炸。我盯着屏幕，心中泛起熟悉感。这艘主舰是我当年亲手设计的龙字舰队核心舰，而沈若雪这个名字虽然陌生，却让我想起了游戏里的一位舰队元老沈炼。沈炼是帝国赫赫有名的战将，既然是他的后人还能担任舰长，这个女孩绝对不简单。我需要尽快找到元首。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元首应该就在 C 市。沈若雪的声音打破寂静，她顿了顿，继续说道：只要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元首，那我就可以做主，为东区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你们踏入星际时代。这话如惊雷般炸响，全世界瞬间沸腾，各国网友纷纷炸开了锅。难不成蓝星能够进入星际时代了？东区要崛起了。而 H 国和2国的网友却疯狂抗议：我们才是外星人后裔，东区凭什么独占奖励？沈若雪无视喧嚣，目光扫过 C 市的负责人：我已锁定区域，元首就在以我为中心的方圆10公里内，立刻派人封锁这片区域，不许任何人进出。做得好，我会额外提供几项星际尖端科技，
C 市负责人眼中闪过炽热，星际尖端科技意味着东区将在太阳系彻底立足，但他很快冷静下来，心中生出狐疑：他们不都精准定位到方圆10公里内，为何还需要我们派人封锁？你不用怀疑什么。沈若雪的声音突然响起，看着 C 市负责人一脸惊讶的表情。真想要对付你们，我还用不着设计什么。负责人后背一凉，只听他继续说道：舰队此前悬浮在蓝星外，是在处理智能生命的程序漏洞。随后，沈若雪对着战舰抬了抬手，水出来。空间微微扭曲，一道水形人影凝聚成型，单膝跪在沈若雪面前。走吧，让我们好好看看这蓝星。沈若雪对着水淡淡开口，随即走上负责人的直升机，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骰子大小的金属方块，扔在机舱内。只见金属方块落地后迅速展开，金色细丝飞速蔓延，瞬间包裹整个直升机。铁皮机身变成暗黑色钢架，螺旋桨也换为特殊材质。紧接着，直升机开始扩张，如变形金刚般扩大1倍。两侧的加特林机枪变成空气机能激光炮，弹药箱升级为压缩空气蜂巢设备。短短10几秒，一架人类直升机竟变成了外星武装战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上来吧，该办事了。沈若雪率先登机，众人连忙跟上，直升机飞至市中心指挥室。沈若雪下令：水，控制这片区域所有的电子设备。元首通过电子设备发过视频，就先从这里开始筛查。宿舍里，我看着手机上的黑色图标，心中愈发不安。谁与我的距离已经无限接近，情况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我深吸一口气，点开最高权限，向女娲发送消息。此刻，宇宙深处，一支浩大的舰队正停在虫洞旁，数万艘战舰整装待发。舰群中，在场的所有人都满怀期待，准备去迎接他们多年未见的元首。所有的帝国臣民都沉浸在喜悦之中，都在讨论着元首如今强大到了何等地步。想当年元首带着我们硬闯诺尔星域时，你们都还不知身在何处。一位老者缓缓走向主位，周围士兵齐声行礼，参见沈老将军。老者摆摆手，回忆道：当年元首麾下只有1000余战舰，而且多是鹰隼级，就这样毫无畏惧地闯入诺尔星域，你们真能懂得这分量吗？那可是星际海盗榜前10掠夺者的核心地盘。为了拿到帕多宝石升级舰队，我们应接3万多艘敌舰的猛攻，炮火撕裂星域，厮杀持续了数个日夜，8成舰船炸成碎片，元首却站在旗舰舰桥没退过半步。最后，他亲自驾着仅存的战舰冲破敌阵，一刀斩了掠夺者的首领。漫天敌舰瞬间失了主心骨，崩得4分5裂，仓皇逃窜。那一战的火光与残骸，至今想起来都震得人热血翻涌。士兵们眼中满是憧憬，明天就能见到元首，他一定还是当年的战神模样。主舰内，女娲看着我发来的消息，快速回复：沈若雪是沈炼的后人，帝国的臣民都是绝对忠诚于您的。至于水，他不可能有漏洞。这么多年过去，他除了优先级低于我和盘古以外，其他的能力早就和我们来到同一水平。漏洞应该是他装出来的，他在故意引导沈若雪登陆蓝星寻找您。听女娲的意思，如今的水很有可能有能力绕过臣民，获得龙字舰队的绝对控制权。我看着消息，眉头紧锁，距离女娲抵达还有18小时，必须尽快想对策。突然，宿舍灯光闪烁，室友的手机信号紊乱，随即黑屏。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机，却毫无异常。下一秒，室友的手机屏幕亮起，水的身影浮现，声音透过喇叭传遍校园：元首大人，我找到你了。我心中一沉，却很快冷静下来。水若真锁定我，早该直接动手。这般广播，大概率只是确定了大致范围。我立刻起身，从小道溜出学校，想找个隐蔽处暂避。可刚跑到校外荒地，就看到几艘战舰悬停在空中，其中一艘的舱门打开，数千个1米大小的机械飞蚊飞了出来，向四周扩散。指挥室内，沈若雪皱眉：我好像没有下过出动探查者的命令。已锁定小范围区域，派机械飞蚊能更快找到元首。水面无表情的解释，龙字舰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宇宙中寻找元首，其他的所有任务都要排在这个任务之后。而水作为曾经由元首打造出来的智能生命，在被女娲和盘古赋予权限后，寻找元首更是成为了他的第一指令。绕过自己派出探查者，应该只是为了更快的找到元首。沈若雪丝毫没察觉水的异样，点了点头，眼中满是期待。她从小就以元首为偶像，终于要见到真人。而我刚躲到一棵大树后，就与一只机械飞蚊撞了个正着。那飞蚊在我身前3米处悬停，红着眼扫描我，我瞬间认出它，这是龙字舰队的武装侦察机器人，装载着30多种武器，杀伤力极强。我转身就跑，可机械飞蚊紧追不舍，即使我一口气跑了10公里，却始终甩不掉它。突然，机械飞蚊俯冲下来，双眼红光闪烁，开始全方位扫描我。就在这危急时刻，我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剧烈震动了起来，随后四周的机械飞蚊纷纷转向，全都朝我飞来。糟了！我刚解开手机，一道刺目的红色警示框就弹了出来。元首，事态紧急，我已在您的终端植入量子防护程序，可以短时间阻隔探查者近身。我方舰队正穿越阿尔法虫洞驰援，
恳请您务必拖延时间。没有丝毫犹豫，我重重按下了启动的按钮。刹那间，一道幽蓝光束激射而出，在空中扩散成半透明的能量屏障。眼前那群嗡嗡作响的机械飞蚊骤然僵在半空，原本闪烁的猩红探测灯飞速转为恭顺的祖母绿，它们以极其规整的队列在空中微微下沉，发出平稳且恭敬的机械合成音。元首大人，探查者44507号向您致以最高的敬意。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有了一丝松懈。开启装甲部署模式，我沉声道，语气里褪去了往日的仓促，多了几分掌控全局的笃定。指令落下的瞬间，悬浮在空中的机械飞蚊同步启动拆解程序，数百个微型零件在空中划出银色轨迹，如同受到无形引力牵引，迅速汇聚成一片流动的金属洪流。我缓缓抬起右臂，最先有3块弧形灯甲精准贴合指尖，顺着手臂的轮廓向上蔓延，肩胛、胸甲、腰部、尾部依次合拢，关节处的液压装置发出轻微的吱吱声。暗黑色的哑光金属表面布满细密的能量纹路，在光线照射下泛着冷冽的光点。不过3秒，整套全副战士装甲便完成部署，流线型的轮廓勾勒出极具力量感的身形，宛如从未来穿越而来的战争机器。装甲内置的战术面板在视网膜上投射出淡蓝色虚影，各种武器参数实时跳动。我抬了抬右手，指尖的能量核心微微发烫，对准不远处早已破败不堪的废弃房屋，仅凭意念锁定目标。在距离地球遥远的希尔斯星之上，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形建筑，建筑顶端，几个全身都由金属构成的人形生物坐在一张巨大的圆桌之前，而最中间的那位就是仙女座星系希尔斯文明的最高统帅维克。他和女娲、盘古一样，都是拥有自我意识的超智能生命。唯一不同的是，维克在意识觉醒后的第一天便亲手屠戮了自己的造物主。在过去的100年之中，维克建立的希尔斯文明彻底稳固。随着文明的快速发展，他的野心也逐渐扩大到了宇宙。在某次遇到水带领的龙字舰队时，他非常果断的就入侵了水的智能中枢。此刻悬浮在他面前的一颗紫色水晶，就是用来控制水的智能中枢的蒙斯顿晶石。蒙斯顿晶石也被称之为机械石，它的最大作用就是能够有效干扰并且控制智能生物。维克统领，搁浅舰队已经全部集结，92号舰队正在搭建虫洞，预计10个小时后搭建完毕。维克点了点头，只要水能抓住星河帝国的元首，自己就能夺取他们的最高权限，从此将希尔斯文明带入一个更高的程度。随着他眼前的紫色水晶突然开始变化，远在蓝星的一幕幕画面也随之呈现。C 市指挥中心内变故陡生，沈若雪和一干星河帝国的骨干们看着眼前骤变的局势，脸上满是错愕。谁也没料到，身为龙字舰队智能核心的水，竟会突然叛变。不祥的预感如潮水般涌上每个人心头。通知主舰人员，立即重置智能核心系统，剥夺水的控制权限。沈若雪眼中闪过厉色，随后抬手按住无名指上的银色戒指，那是舰队作战单位的控制器。她厉声下令，可指令如同石沉大海，窗外没有任何动静，戒指甚至没亮起半分提示光。怎么会这样？她心头一沉，再次连按2下戒指，声音更急：星云战机编队出舱作战。回应她的只有指挥中心内死一般的寂静。没用的。水的声音骤然变冷，如同冰锥刺破空气。话音未落，天花板突然轰然炸裂，几道金属破风声呼啸而下，数台机械飞蚊俯冲而至，2对锋利的后腿瞬间钳住沈若雪的双臂，将她死死固定在原地。其余飞蚊则呈环形散开，激光炮口对准了 C 市负责人等，却没有立刻发动攻击。不用害怕，你们的命我还有用，放心，不会杀你们的。谁扫过在场众人，目光没有半分温度，随即转身化作一道水，从天花板的破洞飞射而出，直奔我的方向。与此同时，荒地之上，我的战斗已然打响。穿着机甲的我身形如鬼魅般穿梭，眼下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夺回舰队的控制权。不过水显然早有了防备，随着他数道指令下达，漫天机械飞蚊如黑云压境，密密麻麻的黑点瞬间笼罩我的头顶。我双臂一震，机甲前臂瞬间弹出200亿米长的合金刃，寒光在阳光下刺眼。下一秒，我纵身跃入飞蚊群，刀刃划过空气，带起刺耳的金属撕裂声。尽管水为这些飞蚊加装了反控制系统，可女娲植入的保护程序却依然有着不弱的效果。靠近我的飞蚊率先出现异常，周身电磁波剧烈紊乱，飞行轨迹开始偏移。我抓住机会，闪现至最近的一只飞蚊旁，心念一动，元首指令如电流般传入其系统，飞蚊周身的电磁屏蔽瞬间瓦解，红眼骤然转绿，随即调转方向，猛地撞向身旁的同伴，连锁反应瞬间爆发，1只、2只、10只，大片飞蚊眼中亮起绿光，成了我麾下的战力。水在远处目睹这一幕，声音陡然变得尖利：摧毁叛变的探查者，一定要阻止他靠近舰队。瞬间，未被控制的飞蚊集体调转激光口，无数道炽热的光束在天空中交织成网，朝着我和叛变飞蚊射来。激光穿梭的破空声此起彼伏，叛变飞蚊立刻组出防御阵型，用机身挡在我身前。我踩着机甲推进器，如流星般向着战舰狂奔，目光死死锁定不远处的主舰轮廓。只要进入舰体，我就能动用元首权限直接切断水的控制权。这场超科技大战通过全球直播传遍蓝星，各国瞬间被震撼。M 国指挥室内，指挥官猛地拍向桌面，立刻启动撤离计划。东居要先承受战火了，让先遣队趁机收集机械飞蚊残骸，务必带回来研究。说完，他抓起对讲机，带着核心人员直奔末日基地。荒地之上，水悬浮在半空，与我遥遥对峙。他的身体在阳光下泛着诡异的水光，每一个细微动作都通过紫色的机械之星实时传输到希尔斯行星。金字塔建筑内，维克紧盯着水晶屏幕，看到身着机甲的我时，眼中燃起贪婪的炽热。终于找到你了，封神，大名鼎鼎的银河帝国元首，真是有趣。
对峙不过数分钟，水的身体突然剧烈扭曲，组成他的水流四处奔走，模样显得极为痛苦。元首大人，有人入侵我的系统。他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可下一秒语气又骤然转变，带着诱骗的意味。元首大人，快用最高指令控制我，趁机抹除异常程序。我皱紧的眉头缓缓松开，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这个控制了水的家伙还真是急不可耐啊！没有多余废话，毫不费力地向着战舰方向加速飞去。水见状怒喝，大手一挥，更多机械飞蚊从战舰中飞出，疯狂阻挠着我。机甲推进器趋低运，速度飙升到极致，我离主舰越来越近。就在这时，网上突然炸开了锅，水通过飞蚊收集到我的影像，直接传遍了蓝星网络。照片里，我穿着机甲的身影清晰可见，评论区瞬间沸腾。这就是元首，看着就是个年轻小伙子啊！等等，这不是我室友吗？震惊之余，更多人被机甲的科技水平震撼，议论声如潮水般蔓延。希尔斯行星上，维克看着屏幕，急切地命令着水，指令下达：绝不能让他靠近主舰，下令远距离攻击，击毁他的机甲。追在我身后的飞蚊突然集体纷纷转动着激光炮火对准我，无数道光束瞬间织成密不透风的火力，直直轰来。叛徒，你竟然敢对元首动手！被钳在主舰旁的沈若雪目眦欲裂，厉声嘶吼。作为帝国臣民，他自出生起就烙印着忠于元首的信念。水的举动彻底点燃了他的怒，可惜水连头都没回，依旧专注于操控飞蚊，攻势愈发猛烈。宇宙深处，女娲感知到了我的危机，主舰指挥室内，一名中年男性猛地跨步上前，单膝跪地。圣灵，请下令，让我率领舰队去灭了希尔斯文明，让他们从宇宙中彻底消失。女娲眉头紧锁，目光落在控制台的星图上，沉默几秒后，缓缓摇头。盘古率领亘古舰队正位于伽马 S48星云，那里距离希尔斯行星很近，他们只需要6个小时就能抵达，比我们到蓝星还快4小时。传我指令，所有靠近仙女座星系的舰队立刻向亘古舰队汇合，由盘古统一指挥，全力进攻希尔斯文明。此战关乎帝国存亡，所有臣民务必死战。指令如电波般传遍星河帝国疆域，无数战舰引擎轰鸣，向着希尔斯星域全速进发。舰队内，几位白发苍苍的元老将军颤抖着穿上尘封多年的机械战甲，金属碰撞声里藏着他们不灭的战意。希尔斯行星上，维克收到银河帝国发动反击的消息，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却很快冷静下来。他快速调动所有战力，集结剩余的所有战舰，在希尔斯星域外围构建防线，通知特遣舰队加快速度。抵达蓝星后，必须在第一时间抓住银河帝国的元首，只要能夺得他们的最高权限，我们希尔斯文明必将更进一步。此时的 C 市上空，我正在火力网中辗转腾挪，机甲外壳已被数道激光击中，防御能量骤降至3成，被我反控制的飞蚊也损失过半。就在我咬牙加速，距离主舰只剩几百米时，水突然做出了疯狂的举动，他抬手对着 C 市数十只飞蚊脱离战场，直奔城区而去。我目眦欲裂，那些飞蚊没有丝毫犹豫，对着地面发起无差别攻击，激光扫过，市民瞬间蒸发，光束击中高楼，整栋大楼拦腰折断，轰然倒塌，无数人被排入废墟。全球观众通过直播看到这一幕，愤怒瞬间爆发。我虽为星河元首，却也是蓝星人、东区人，怎能眼睁睁看着同胞受难？无奈之下，我只能分兵，让大半反控制的飞蚊转向城区，营救民众。进度被迫放缓，可水的攻势却愈发猛烈。就在这时，蓝星各国的立场逐渐清晰。北区冰原上，数万军团集结完毕，杰卡诺夫斯基站在教场上，振臂高呼：“同志们，为了全人类的命运而战，我们是北区的骄傲，是人类的英雄！”数万人齐声响应，声震天地。装甲车轰鸣着驶向 C 市，灯塔国会议室内，施耐德沉声道：“若是让这水人得逞，蓝星必亡，我们得帮忙。”可并非所有国家都选择正义，二国高层争论不休，主战派占据上风，军部已开始秘密集结军团，妄图趁乱谋利。随后上百架 H 国战机呼啸而来，直奔东区而来。战火已燃，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 C 市荒地。我看着越来越近的主舰，咬紧牙关，只要进入舰体，我就能结束这一场悲剧。而宇宙深处，盘古的舰队正穿越星云，希尔斯星域的防线逐渐成型，一场决定银河与蓝星命运的大战即将拉开帷幕。